狗杂种在。哑巴。那是我表哥，小时候他们家跑船，好有钱，每天都吃肉。我们家穷，小时候他个儿比我大，没少管到我。过年我去他们家厨房，他就给我丢那个米粉肉的肉片，每丢一片就喊下去，狗杂种。我就想样的回答在。后来我有钱，我就把他们家床给买了，让他给我做饭。唯一不同的就是不能再喊我狗杂种了，舌头割下一半。这是于和伟演反派最炸裂的一部戏，却因为尺度太大导致无法上映。导演张艺谋不得不对剧情进行删减，在历时4年删减了近1个小时剧情后，该片才得以搬上大荧幕。虽然相比于原片剧情略显晦涩，但依旧不影响它的精彩程度。张艺谋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如果这部电影早几年播放，那就没张颂文什么事了。而这部电影究竟拍了些什么，能让广电局雪藏了它整整4年？故事发生在金江市的一条繁华街道，一名男子情绪激动，手持炸药劫持了一辆公交车，而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跟副市长说几句话。我来了，我就是你点名要见的金江市的副市长郑刚。眼看男人即将失控，警方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。可男人接下来的一番话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你其实就是个坏人，市政府里的坏人。而他之所以把事情闹大，就是为了让民众倾听他的声音。副市长郑刚面露凶色，可转瞬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眉善目。见目的已经达到，男人答应交出炸药释放人质。哎，你打稳点，炸不了，我老子都不怕，你还怕？我早就说他那是个假的嘛！来，你过来拿！可就在郑刚准备去拿炸药时，苏建明却突然发现了什么，他来不及解释，立刻冲了上去，将副市长郑刚扑倒在地。案件发生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，市局专门成立了专案组，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。办案人员理所当然地认为，这是一起由社会矛盾引起的恶性案件，但苏建明却提出了不同意见，因为他从监控视频里发现，爆炸发生时嫌疑人的脸上满是惊恐，这就意味着他也不知道炸弹会炸响，并且通过对现场爆炸物的分析，证明炸弹是用手机遥控的。有人想利用他炸死某人，谁？有人想炸死郑副市长。案件性质上升到谋杀官员，这让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。因为苏建明是郑刚的养子，原则上他理应回避，但鉴于他发现了重大线索，所以局长破例让他主导案件调查。顺着手机遥控这条线索，几人再次来到案发地。炸弹是在特定时间爆炸的，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，这就说明操控者当时就在现场，并且能清楚地观察到现场情况。通过排查周围的监控，专案组很快有了新发现。爆炸发生当天，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指定入住汉江酒店204房间。204面向马路，视线良好，且爆炸发生后该男子销声匿迹。经过调查后发现，这个男人叫刘明利，经营着一家拆迁公司，且拥有爆破资质，这意味着他更容易搞到炸药。警方当即将刘明利列为第一嫌疑人。可通过对他社会关系的调查，发现他与商界大佬黎志田关系密切。黎志田原本是搬运工出身，后来白手起家创办了金武集团，可谓是本市最牛的风云人物。专案组分析，以刘明利来说，根本不可能犯下如此大案。如果背后的人是黎志田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可这边案件刚有了些眉目，另一边黎志田就主动找上门来。一同前来的还有开发区李主任。黎志田打着谈工作的名义，实际上是想给苏建明来个下马威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。然而黎志田还觉得不过瘾，于是他拿出一部手机交到李主任手里，手机里是李主任的不雅视频。他看到后立刻慌了神，老李，我哪里做错了吗？我哪里有得罪你了吗？可黎志田显然不想轻易放过他，他把手机扔进滚烫的油锅，扬言只要李主任用手拿出来，那一切都将既往不咎。苏建明见状试图阻止，可李主任却让他不要管，最终手机还是被捞了上来。可黎志田的行为却彻底激怒了苏建明。今天演这个戏什么意思？而黎志田之所以这么做，不仅是在宣示强大，也是为了告诉苏建明，爆炸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殊不知郑刚第2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为此他特意来找黎志田。郑副市长，哦，李总，听说昨天演了一出鸿门宴，霸气的很呐。闹着玩呢。啊，闹着玩的呀，闹着玩的。来来来，把你手机扔锅里，我来捞。我们2个也闹着玩一下。说了闹着玩嘛，你还当个事儿？你玩出圈去了？你们父子俩怎么都喜欢献故？他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，可随着爆炸案的发生，李明利的浮出水面，两人的关系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分崩离析。
李总，你在这金江很嚣张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就在你自己那个圈里呢。要知道，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，就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开枝散叶。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真的是黎志田吗？或者是有人想要离间他与郑刚的关系？与此同时，扫黑督导组已经入驻汉江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相信答案揭晓的那一刻，一定会惊掉各位看官的下巴。接下来，专案组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寻找刘明丽上。可通过观看监控录像，竟意外发现了黎志田女婿大卫出轨的事，这让苏建明找到了突破口，于是便来到金武集团与黎志田正面接触。可一连问了几个问题，对方都一问三不知，并且矢口否认金武集团与刘明丽的关系。所长，现在你让我叫人，可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在哪儿啊！我误会了。人我们已经知道下落。苏建明故意放了个烟雾弹，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但他们并没有走远，而是等在公司楼下，因为苏建明相信黎志田一定会有所动作。没想到对方果然上当，大卫拿着一个手提包驾车离开，三人立刻跟了上去。只见他来到一处商场，鬼鬼祟祟地将手提包放进储物柜，怕错过包里的重要线索。苏建明决定亲自过去看看，却没想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坏，不该下。我们被反跟踪了。果然不远处有人在观察他们。苏建明懊恼不已，这次交锋不仅没有讨到好处，还给对方露了底。可他却不想轻易放弃，他单独找到大卫，以出轨视频做威胁，果然从对方口中套出了线索。大卫表示他确实不知道刘明丽在哪，但他失踪前托自己帮他买一种药，这是一种治疗罕见精神病的药，全市的患者只有几个人。根据这条线索，三人很快找到了刘明丽的藏身地。他们以查户口为由敲开了紧闭的房门，屋里有一个女人和一个患病的孩子。可令三人没想到的是，幕后的人已经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刘明丽，出来吧，有没有警察？你要是拒捕的话，我们怕伤着孩子。房门打开，刘明丽走了出来。相比于其他人，苏建明似乎更懂得他需要什么。他承诺会保护好他的家人。在看了孩子最后一眼，留下身上的值钱物件后，刘明丽决定跟专案组回去接受调查。明丽。万幸的是，刘明丽并没有死，但自从她醒来后就变得沉默寡言。经过苏建明的一番劝说，她才终于答应向警方坦白。明天晚上7点，我会给你们说幕后指使是谁。然而这边好不容易才抓住点线索，另一边郑刚就已经把消息透露给了黎志田。两人约在一条就街道见面。黎志田刚上车就再次表明立场：爆炸案跟我没有关系。嫁祸于你而已。谁干的？我。黎志田满脸错愕，这年头还有自己谋杀自己的，但他毕竟混迹江湖多年，转念一想就明白了郑刚的用意，他是想用刘明丽来给自己泼脏水，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刘明丽一直都是我的人，所以人们会相信他一定是受你的指使。他怎么不听你的？是人就会有弱点。明天晚上7点，刘明丽的口供和证据一出来，马上就可以批。你想要什么？